没想到在如此缺乏神之元气的世界里，才能够诞生出3名神祇，的确让众人有些吃惊，同时也证明了他们3人的天赋是多么的强大。不过萧炎他们可不是超级贵宾，所以也只能排着队伍。但就在此时，又有一行人走了过来，看到萧炎这边时，立马大喊招呼道：萧兄、林兄、木兄，你们竟然也在这里！闻声望去，向他们走来的乃是此前出手帮助自己的剑神宗之人。同样，萧炎、林动木陈几人也是对着剑神宗的人拱手笑道：葛兄，哈哈，没想到3天不见，你们3人似乎有不同的变化，难道是实力又精进了？葛伦金光一闪，便是感知到他们3人的变化，当即确认道。不过葛伦竟然能够在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了萧炎、林动木陈3人的实力提升，这确实让他们微微一惊。想必葛伦的实力已经达到远远超越他们3人的领域层次了，这都被葛兄发现了。的确，刚来到第1等级世界，发现这里的神元之气极其的浓郁，这3天时间就修炼了一番。萧炎回答道：不错不错，你们3位果然不凡，没看错你们。葛伦身为剑神宗的剑圣，对于剑道的造诣极其高深，能够被如此一人夸赞，也足以证明萧炎、林动木陈3人身上也有让葛伦值得一夸的地方。就连葛伦都非常吃惊，仅仅3天时间，他们3人的神力便是有着一丝精进，虽然不多，但这也是可以让其他神器都为之震撼的事情。要知道，想要提升自身的神力，就算有磅礴的神元之气，也不可能在3天时间就有如此明显的提升。怕是他们3人肯定有着异于常人之处，不然历届的招揽神会几乎不会有第3等级世界来的参赛者。而此次让招揽神会无数参赛者也提起了一丝好奇，这第3等级世界来的参赛者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对了，你们与我们一同走这超级贵宾的通道吧。葛伦走进萧炎、林动木陈3人，拍了拍他们的肩膀，似乎已经将刚认识3天时间的萧炎、林动木陈当作很好的朋友一般。不过说起来，葛伦也是相当好相处，能够对于剑道上的极高领悟，其心境的确不凡。旋即，在剑神宗的带领下，萧炎、林动木陈以及吞吞和天星竹5人跟着他们的身后，径直走在超级贵宾的通道里。不过这画面顿时激起了让很多排队的那些人露出羡慕之意。没想到这下等级世界来的参赛者，竟然与剑神宗的关系这么好。果然，只要对接好资源，在哪都能够快人一步啊！片刻之后，萧炎他们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此次拍卖会之内，而这里早已是人声鼎沸，密密麻麻的人头，行走之间更是摩肩擦踵。此次参赛者皆是一些神势力，也得在这里排队等候，不敢再次挑事。而这里就是此次拍卖会的现场，天神山的拍卖场，只有压箱底的至宝好货，或是在招揽神会即将开启时，才会有这样大型的拍卖会，其余的时间都是比较小型的一些拍卖会举行。众多人流之中，鱼龙混杂，但这里无一不是有实力有背景的人。然而在这样的人群之中，一位高大般的身高，裸露出强悍无比的肉体，无疑在人群之中显得出类拔萃。他大步迈开，直接是在密集的人流之中硬生生地挤出了一条道路来。看着那巨人般的身高，许多的目光都是露出敬畏之色，似乎很多人都认识这位高大的身影之人。而且在此人的后面还跟着2位黑肤色的壮硕男子，皆是没有上衣，露出同样无比强悍的肉体身躯。毫无疑问，他们的肉体力量极其的强悍。这些人似乎也是神势力之一的玄武宗，其主修肉体力量，还是不要招惹到的好。玄武宗的人完全不管排队的那些人，直接就是往里面冲。不过很快便是招来了4周的守卫，将其拦下。扰乱秩序，天神山有规则，不得参加拍卖会。护卫大声喝止，那位巨大身影的脚步则是顿了顿，目光看向飞在半空的几名护卫时，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有超级贵宾卡。巨大身影的男子扬了扬手中的黑色卡，护卫则还是一脸肃穆。有超级贵宾卡也要排队，既然进入到了拍卖场内，就必须遵守天神山的规矩，否则取消入场的资格。看到那巨大身影男子手中的超级贵宾卡后，护卫也没有专门给这些持有超级贵宾卡的一行人寄予通融，毕竟这里乃是拍卖场地，所有人都要遵守规则，不得扰乱秩序。而此时此刻，远处又有一行人的身影飞了过来，径直地朝着拍卖场一处座位上飞去，而并未有护卫出面阻拦，直接进入了拍卖场的席位之中。他们为何可以不用排队？刚刚那位巨大身影的男子立刻不满，护卫苦笑了一下，他们乃是前世之一的神势力，你们岂能相提并论？护卫自然是知晓玄武宗的强大，不过比起眼前的这些人，护卫也不得不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巨大身影的男子刚想开口争论，身后的那2位黑肤色男子则是开口道：枪哥，算了，不要与其争论，毕竟我们来只是想要拍下那道至宝，只要将那至宝拍下，到时候就算是前世的神势力这些人照样拿下。那位被称呼为枪哥的巨大男子脸色也是变得铁青，不过想不想身边人的劝说，也只能忍下这口气，想必也是一位急性子的人。不过这时剑神宗带着萧炎等人也来到了这里，不过拍卖场内的确人数太多，但剑神宗也是在神势力之中的前10存在，同样有着可以直接入席的资本。萧兄、林兄、木兄，你们一起随我入席吧。葛伦对着萧炎等人说道，便一跃而起，直接朝着最高处飞去，来到了拍卖场最高的席位。这里的人数明显要少了些许，
但下方的喧哗却仍旧如海浪一般，一层一层的涌入耳中。他们也终于大步的朝着自己的里面座位走去。你们也来了。就在萧炎跟随着葛伦来到席位之时，前方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萧炎等人旋即便是抬起头，就看见了不久前那位极其嚣张之人的头头，记得叫贾墨。此时他在一旁的席位之上，正笑盈盈的看着萧炎他们。呵呵，原来是贾墨兄。萧炎等人看见是贾墨，也是微微抱拳拱手。不过令萧炎他们好奇的是，能坐到这个位置的人不可能是一般人，显然没有一定的实力和地位，是不可能来到这里的。萧炎脑海中便立刻有了一个念头，贾墨并不简单，先不说他的实力如何，其背后的神势力一定不简单。如果扫视一圈，便能够发现，能够坐在高处席位的势力都不是简单的人，席位越高，代表地位越高。在与贾墨交谈之时，随即有一行人则是缓缓地飞了上来，他们身穿紫色战衣，个个的脸色阴沉的可怕，一股若隐若现的隐晦气息自他们的身上缓缓传了出来。这一行人出现的时候，周围不管是低处的席位还是高处的席位，都是露出一丝忌惮之色，因为来者也是神势力前10的强大存在，而且似乎比之前的那些前10神势力更强，不然其他人也不会出现如此震惊之色。虽然说神势力在第1等级世界非常的强大，可是他们与神奇联盟比起来却差了很多，所以就算强大的神势力也想加入神奇联盟，甚至能够被一些超神势力所关注，加入其中获得更加多的丰富资源。他们是谁？萧炎疑惑之声响起。葛伦闻言便是也看向了那些紫色战衣的一行人身上，顿时间眼眸的深处便是有一抹灵力攀爬出来。他们也是与我们剑神宗一样，前10的神势力名叫海天宗，而且他们的底蕴比我们剑神宗底蕴更强。此次前来的便是一位神之天骄，传闻已经踏足第1序列神的尽头了。葛伦说着，似乎其中那位神之骄子也让他极其的忌惮。对于这等神势力，可以说是此次招揽神会中最强的队伍了。第1序列神的尽头，萧炎、灵动木尘几人有些惊异的喃喃道：曾经他可以在圣品之路上达到了尽头，成为了大千世界的巅峰传奇，而如今在这第1序列神的神之路上，却是也出现了一位达到尽头的神奇。可想而知，在众多的神之天骄中，同样是一位传奇般的存在。很快，这海天宗的神势力落在了此次拍卖会的最高席位处，同样也代表了他们海天宗乃是这一届的招揽神会中最强的存在，而他们的目的也是此次的嗜血铠甲。获得这样的铠甲之后，想必对于第1名更是轻而易举。葛伦兄，你的剑道造诣如此非凡，与之那位海天宗的神之骄子比起来，是否有胜算？萧炎似乎激起了一丝兴趣问道。说实话，我也没有把握可以赢得了他。虽说我们剑道造诣很深，可是对面绝对实力的对手，确实无法击破。葛伦淡笑一声，然后双目微眯着说道：看来此次海天宗是我们最大的对手了。灵动沉声道，不过并没有出现忌惮之色。不管对方多强，我沐尘定会全力以赴，前10的名额必须要进。沐尘突破神指境之后，他的原始法身力量似乎变得与之前有些不同，竟是出现了之前没有的强大原始力量。看来随着沐尘修为的提升，他所修炼的原始法身那封印力量也渐渐的变弱了，而真正的原始力量也要浮出水面了。具体有多么的强大，还需要之后的验证。作为招揽神会的最强队伍的代表，海天宗一行人的出现自然是吸引了无数道目光，这些目光也是充满着敬畏以及部分的忌惮。没想到连神势力前10的海天宗都会来参加招揽神会，还真是出乎了一些意料。这道神势力的底蕴比起剑神宗更强。少宗主，看来海天宗也已经打算借着招揽神会加入神奇联盟，届时怕是会对我们剑神宗不利呀。葛伦一旁的一位老者出声道：他们能加入神奇联盟，我们既然也能。回应那位老者的是一道极为自信的声音，而这声音便是由葛伦的嘴中传出。而且此次前来参加拍卖会的基本都是为一样东西而来，就是嗜血铠甲。只要获得，便可以大大增加在比赛中夺魁的机会。若是哪一方神势力能够得到这嗜血铠甲，即便是强如海天宗这样的神势力，也可以有着抵抗的力量，或许还能够凭借嗜血铠甲击败海天宗也说不定。所以无论如何，嗜血铠甲已经成为了此次拍卖会的焦点，个个都是势在必得。随着时间的推移，陆续进场的队伍越来越多，萧炎等人的目光便是投射向了拍卖场的中央，眼神顿时变得炙热起来，不知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强大至宝拿出来竞拍。不过对于萧炎如今手头上只有100万枚的主契丹来说，或许这里的竞拍几乎与他没有多大的关系，就当做来这里参观一下第1等级世界的拍卖会吧。旋即萧炎的视线也是在整个拍卖会场扫荡了一圈，但在无数人影中，萧炎心头确实微微一震，突然出现了一种感觉，这样感觉令他非常的熟悉，熟悉到让萧炎的那久远记忆又出现了。萧炎的目光猛地盯着一处地方，不过望去的时候并没有了刚刚那熟悉的气息，目光在无数身影中去寻找，依旧没有找到。不过他很肯定，在这人群中必定有他的存在。难道他也来第1等级世界了？萧炎自言自语的呢喃道，然后释放出了强大的主境灵魂力量，扫荡整座拍卖会场，但是依旧没有任何的异样之处。在萧炎努力的去寻找之时，在喧哗和拥挤的无数人影间，
几道身影坐在一处也不是很明显的一处席位，而那些人之前萧炎就见到过，记得他们身穿的都是黑色衣袍，在其背后写着噬魂2字，是他们那些人之中的吗？萧炎缓缓开口，在与这些人第一次接触时，就有一股令萧炎触动的气息，这里汇聚了大咒中第1、第2、第3等级世界来的各种人物，各种奇装异服也是正常，只是刚刚那一道熟悉触动的气息，还真是让萧炎无法掉以轻心，而且非常肯定，那人应该就在这拍卖会场之中，不管是不是你，如果遇上了，我必定再次将你封印。萧炎那原本平淡无波的眼眸之中，闪过了一抹追忆，仿佛在他的眼眸之中，看到了漫天的火焰及漫天的血海，那一战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然而此时，在萧炎还寻找着他心中所想的那个人时，原本一片通明的拍卖会场，轰然一声，光线尽数淹没，四周进入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原本喧哗的声音也被突如其来的黑暗所影响，瞬间变得无比的安静。黑暗只是短暂，随着四周的声音安静下来后，在拍卖会场的最中央处，一道刺眼的光柱投射而下，伴随着光柱的浮现，还有一道极为妩媚、带着磁性的女性声音：“欢迎大家来到天神拍卖会场，各位都准备好了吗？”在那光柱中，一道黑影曲线妖娆，鬼魅如狐，一头秀发更是如瀑布一般倾泻而下。那妩媚的声音在这辽阔的拍卖会场中传荡而开，冲天的咆哮声不断回荡在拍卖场内，无数火热的目光皆是凝聚在了拍卖会场最中央的那道倩影身上。那便是天神山拍卖会里人气最高的韩火营。没想到今日真的能够一睹韩火营的绝世美颜，那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韩火营吧？让众人都没想到的是，主持今日拍卖会的人竟是天神山最漂亮、最妖娆的韩火营，而且据说韩火营的实力乃是一名第2序列神的领域。虽说实力不是最强的，但也不是最差的。第2序列神在整个天神山之中已经算是中等水平了。听闻很多神势力的那些神之天骄都在追求他，却一一被拒绝。但是这些追求者并不死心，依旧开始对其更浪漫的追求。也不知如此的绝世美人会看上哪一位优秀的男子呢？萧炎、林动牧尘等人听到四周的那议论之声，他们的目光倒是显得有些平淡，因为他们的爱妻丝毫不差场中的这位绝世美人。这种喧哗持续了较久的时间，直至场中女子再度出声，四周才渐渐的安静下来。今日乃是天神拍卖会场，我们保证每一次的拍卖会都不会让诸位失望，而这一次更是不会让在座的各位有所失望，甚至对你们在接下来的招揽神会中有着极其巨大的帮助。韩火营的身影显现而出，在拍卖会场的上方有着4面大型的光幕，将韩火营的面容清晰地放大在了光幕之上。那绝美容颜也是令得在场所有男人看得无比清晰。一阵欢呼咆哮的浪潮，看着那般绝世容颜，令得不少男子都是感觉自己体内的邪火在疯狂地涌动。身穿紧身的白色衣袍，将整体的完美身躯都勾勒了出来，胸脯的地方挺立着无与伦比的双峰，再加上没有任何一丝瑕疵的俏脸，这般女人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无时无刻在对着所有男人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见时间也差不多了，今日他们总共有100件拍卖品，所以事不宜迟，拍卖会开始了。韩火营嫣然一笑，玉手轻扬，在内场中便有20位侍女围着韩火营站成了一个圈，他们的手中都是捧着银盘，皆是盖着红布，看不清红布内的具体竞拍物品。旋即韩火营迈动着清廉的步伐，走到了其中一位侍女的面前，缓缓地揭开了银盘上的红布，一顶深蓝色的药鼎出现在其中。巨虎鼎，药仙级别炼药师的最佳之物，不仅能够炼制更高品阶的丹药，还能够辅助提升炼药师的炼药术。韩火营妩媚的声音缓缓地传开，然后便是不出意外的，在拍卖会场会引起不小的动静。炼药师虽然不多见，但是一旦有着这样的炼药宝物，自然身为炼药师必定会很需要这样的药鼎。巨虎鼎看起构造与特殊的材质，炼制出的丹药必定能够使得丹药更加的完美。萧炎眼睛微眯，也是若有所思。如今萧炎的手中虽然也有不错的药鼎，可是比起巨虎鼎却还是差一些。如果能够获得巨虎鼎，的确能够让萧炎的炼药术更加的提升起来，不出意外的话还能够触及药神的门槛。所以如果自己资金够的话，还是会选择拍下巨虎鼎。这对于自己身处于9品药仙的阶级是一次巨大的改变与提升，因为萧炎感觉想要突破药神不是那么容易，必须还要有一些契机才行。如今随着自己的实力已经达到神奇境，仙品丹药对于自己的身体已经产生不了多大的作用，或许很快就会跟不上。如果能够获得突破药神的门槛，自然是需要好好利用这次的机会，还能够让自己的炼药术得到有效的提升。此巨虎鼎的拍卖价是10万枚神器丹起拍。当韩火营笑盈盈地说出此话后，立刻就有人报价出声。毕竟这里汇聚的人数太多了，总有一些炼药师需要这具虎鼎，价格也很快的便是竞拍到了30万枚神器丹。萧炎也直接傻了眼，才几秒钟的时间，竟然就有如此多的竞拍者出价。原本还以为拍卖会场中的炼药师应该很稀少，不过现在却发现炼药师还挺多的，不然那也不会竞价这么高了。
而萧炎身上只有100万枚主气丹，相当于10万枚神器丹。看样子这样竞拍的出价与萧炎是无缘了，也是一脸无奈。很快这具壶鼎便是以999枚神器丹成交了。在第一件物品拍出之后，拍卖场的气氛顿时便是快速升温起来。韩火营以此揭开红布进行拍卖。72大神器排名第40的巨灵斧，拥有开天辟地的恐怖威力，谁获得此神器，便可越级挑战一些强大的对手。起拍价20万枚神器丹。黑暗中很快就有人不断的出价拍卖，不过因为光线很黑暗，几乎看不见是谁在出声与何出价。这黑暗的光线倒是对拍卖人是一种保护的措施。不愧是神器联盟的底蕴，竟然连神器都能拿出来竞拍，可想而知这神器联盟的资源是有多么的丰富了。要知道整个大咒神器也仅仅只有72道，前50名的神器都是有着能够对抗神器的恐怖力量，而现在竟然能够拿出排名第40名的神器进行拍卖，直接让的萧炎、灵动牧尘还有吞吞以及天星主都开始震惊了一下。虽然说吞吞和天星主作为第2等级世界的代表，也拥有着不凡的神器，不过能够拿出巨灵斧这般神器还是头一次见。若是在他们第2等级的世界，神器拍卖基本就不存在。能够获得神器，那么就能够增幅自己的战斗力，一般人都不会拿出神器去拍卖。但是对于神器联盟来说，拿出一道排名第40名的神器，也只能说是再平凡不过了。神器的出现顿时让现场的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排名第40名的神器，所有的序列神都想要获得，不过能够来到天神山的拍卖会场，他们的资金自然是带足够了。很快巨灵斧的竞拍价已经达到了100万枚神器丹，而且竞拍价还在不断的飙升，经过几轮的竞价，竟然达到了150万枚神器丹，这等价格也算是非常的高昂，这相当于1500万枚的主器丹了。这样的天价对于现在的萧炎、灵动牧尘等人则是只能眼看着，却不能有竞价的资格，毕竟他们的身边只有100万枚主器丹，所以不是特别有价值的东西，也难以挑动萧炎等人的购买欲，而且也没有多余的资金去购买。这一次的拍卖会，诸多神势力皆是派出了很多强大的神之骄子，而这些强大存在的出现，就是为了一件宝物而来，那就是嗜血铠甲。这嗜血铠甲一定有一件令这些神势力都炙手可热的宝物，谁如果获得，那么就可以轻松成为招揽神会的第1名优胜者。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拍卖会会有如此多的队伍汇聚在这里。最后，这排名第40名的巨灵符以170万枚的神器丹被玄武宗成功拍下，而后又有着其他的至宝以及神技功法，也都是被很多神势力的强者成功拿下。伴随着把19件神技功法的拍卖落幕后，又拿出了一道让所有人都吃惊又无奈的神技。想必大家拍走了属于适合自己的神技和一些功法，但是接下来这一道要竞拍的依旧是神技，只不过这一道神技，在场的贵宾应该很少人使用这类神技。不过如果有缘人刚好修炼与这类神技相同属性武器的话，那么将会非常的幸运。听着韩火营那让人腰软的磁性之声，所有人也都是很想知晓接下来的竞拍的宝物究竟是什么。而在韩火营那一双美眸的示意下，其中一位侍女揭开了手中的红布，一道神技功法便是出现在其上。这是一道修炼持法的神技，名叫牵引归一尺。而我也知道，修炼持法的修炼者极少，几乎非常的罕见。如果在场有缘人是刚好修炼持法的话，这本神技非常适合。起拍价30万枚神器丹。或许拍卖会也知晓，由于很少人修炼持法，所以就以1万枚神器丹为起拍价。如果能够有人出价，他们也是相当的愿意的。牵引归一尺，萧炎喃喃一声，望着台上的这道神技，心想着自己目前似乎缺的就是有一道神技持法，而现在在这拍卖会场中却是如此巧合，竟然还真的有修炼持法的神技。不过自己手里也仅仅只有100万枚主器丹，也完全不够。不过一旁的葛伦看到萧炎那异样的面色，似是也知晓了萧炎心中所想，便是出声笑道：“萧兄，难道你是修炼持法的？”听到葛伦的声音，萧炎也是点点头，并没有否认，微微偏头看了下对方，无奈道：“不过我身上的资金不够，不然我定会拍下。既然有缘无分，那也是没有办法了。”而葛伦则是温和一笑，接着道：“萧炎兄尽管出价，我帮你出。”闻言，萧炎也是一惊，他们也只是萍水相逢而已，没想到不仅给自己出了天级房间的资金，现在又帮自己出资金，让其拿下自己所需要的神技。既然葛伦都这样说了，而萧炎现在又非常需要一道神技持法，也不再客气，便是拱手感谢道：“葛伦兄多谢，今日我算欠你一份人情，日后需要我萧炎帮助的地方，我必定还你这份人情。”萧炎兄不必客气。葛伦则是拍了拍萧炎的肩膀，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第一次见到萧炎等人的时候，便是有一种感觉，他们并不简单，只是有说不出来哪里不简单，所以自己选择帮助萧炎他们，或许也是给自己下一个赌注吧。如果赌对了，那么日后他们剑神宗怕是会有一次气运的大逆转。而在台上的韩火引荐很久，也没有人愿意出价，脸上也是有些掩饰不住的尴尬。不过这时候
便是传来一道声音：31万枚神器丹。见到终于有人出价，台上的韩火营似乎是松了一口气，然后再次微笑，充满自信的出声道：“还有谁要出价吗？”在超级贵宾席的座位上，萧炎也是捏了捏自己的拳头，刚刚的出价就是他出的，也希望不要有人竞价。3，韩火营见到没有其他人出价，也只能开始倒计时了，希望这道神迹能够尽快的结束。2，刚想喊1的时候，却传来另一处出价的声音50万枚神器丹。这竞拍出来的价格，直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非常的震惊。一道持法神技，竟然还会有人去竞价，而且还是以如此高的价格，还真是匪夷所思。而萧炎的目光直接望着出价的那一席位，不过黑漆漆的，并没有看清楚是谁在出价。萧炎兄，既然这持法神技是你势在必得的东西，你就尽管出价。葛伦示意萧炎尽管出价，资金这方面我帮你顶着。剑神宗乃是前10神势力之一，想必有着足够的资金财力。萧炎也不再客气，再度出价。